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近期 Hot Toys 疯狂出货的其中一款，来自铁人兄弟25周年限定1:6 Baby。这一款名字还是挺好记的啊。对于铁人兄弟这个 IP 呢，实际上我真的不是非常的了解，但是当时开定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一款还是挺帅的，所以毫不犹豫定下来了。今天它终于来到了我的手上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看一下。首先它的这个定位，我个人觉得在我的这里就是一个潮流玩具，特别是这个头雕啊，一般怎么说呢，一般1:6的玩家如果不去玩潮玩或者是懂这个 IP 的话，会觉得不是很好看啊，或者是不习惯。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挺帅的，特别是它这个白色的脏辫，哇，这个直发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额头包括鬓角整个面雕这里也不会出现这个胶水的痕迹，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眼睛眼球的涂装也没问题，而且它也搭载了这个可动眼，它是一个女性的角色，整个直发摸上去非常的舒服，底部包括整个这一圈，但是它直发呢是往额头到头顶这一块直的，所以你在这里拨开的话，你会看到小光头，它直的时候只在这上面一块啊，后面没有。而且把玩的时候，特别是去做这个头雕摆动作的时候，切记不要去捏这些地方。虽然说感觉它的面料还是可以的，而且比较粗，但是很容易断啊。不然的话，厂家也不会在配件里面专门给你2根这个脏辫的小配件，让你自己去粘上去。头雕依然是拔槽的一个设计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卡扣而且比较粗啊，脖子跟整个头雕基本上是没有色差的，还是比较舒服的，包胶的一个质感。然后来看一下可动眼的调节在里面，这一次这个可动眼啊，后面的这个拨杆是很细的，很短，不是很细，就是非常的短，所以你单独用手指去动的话还是挺费劲的，而且很紧，还是需要你去用这个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器。我觉得整个面雕没什么问题，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它这一身宇航服，弄头雕的时候啊，切记啊，就直接捏在它后脑勺跟额头，再去往下顶，反正能不碰到这个直发就别碰到。调节一下还是挺帅啊。下方来看一下整个宇航服的这个细节，也是做的挺不错的，有做旧，面板上的一些指针也有基础的刻画到，然后下方的这一个软管，是可以正式拔下来再去给它插上去。因为它有2个造型，可以把这个宇航服这外层的这一块可以脱掉，所以这些全都是活动关节，都是可以去取下来的。包括这个胸前的这个面板，这2边而且是一个魔术贴，也可以去脱掉，比较方便，穿脱起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吧。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，看一下整个大臂这里有铁人兄弟的一个标志，摸上去的质感还是不错的。手型手套的这个颜色跟手臂甲没有色差，腰带是可以穿脱的，有活动的一个空间，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。但是这边的配件都是拿不下来的，不要尝试给它脱下来。来看一下背部，背部会有这个，它是一个硬胶件，下方有2个孔，用来插它的一个配件，烧焊枪的，有个线路管可以往里面安插。整个裤子摸上去还是挺舒服的，这个面料，而且这2个口袋虽然说是给你做了一个开口，里面而且放了这个海绵填充，但是没办法去打开，它是固定死的，不要尝试把这个给剥下来，很容易坏啊。这个裤子万一被你撕坏的话，真的没办法修复了。鞋子一体式的
可动会稍微差一点。但是因为整个素体相对来说比较轻，所以它的站立性，包括做一些小幅度的动作，不用支架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你看一下整体做工也没问题，整体效果也还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可动。首先当然是穿着宇航服的情况下的这个可动啊，头部可动，头雕这个关节非常紧，左右侧头几乎是没有，掰不动。抬头幅度来看一下，做这个头雕可动啊，真的很费劲啊，因为很容易碰到它的这个直发。抬头幅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侧面看也挺舒服，就是正面看的话，这个脖子啊好长啊。低头没问题，头雕因为是脖头分离的，360度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这个非常紧，好难掰的，就不去掰动它了。手型，手臂来看一下平举没问题，关节也比较紧。素体的话应该是有前倾的一个关节，但是它的衣服因为太厚了，就没办法给它拆下来啊，这两个非常容易掉，你就给它拔下来算了。大臂有旋转的空间，往前来看一下，哇，这关节太紧了。先看一下手肘吧，手肘能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也没啥问题。手臂往后，因为它这衣服还是比较紧的，幅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小，不要硬掰，硬掰的话很容易坏啊。啊，前举，哇，差不多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吧。再往上的话实在是抬不动了，而且对于这个衣服也有一定的干涉，差不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就行了。大臂旋转也是比较紧的，胸腰呢，这个真的是穿着宇航服肯定是没啥可动了啊。首先，哎，看腰，整个腰啊，左右也不行，侧腰也不行。在穿着这件衣服的情况下呢，是零可动。腿部关节是一个亮点，侧踢幅度很大，前踢90度，屈膝啊，非常完美啊！哎呦，这腿部的可动让我吓一跳啊！就这个鞋子又掉了，因为你去动一些腿部关节的时候，很容易把这个裤子啊给皱起来。看一下这个关节键，然后再给它插上去。就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掉了以后插上去还是比较麻烦的，太紧了，斜着插，一定要斜着插啊，不能正着，它是一个斜面的一个关节。好，搞定，问题不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衣服给脱下来，看一下第二套造型感觉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把衣服脱下来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。说明书上呢它的样子会更好看一点，但是我实在是掰不动它，不知道这里该怎么折啊，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样子，稍微开一点口，这样也能看，也可以佩戴它的配件一个小项链，没有色差，脖子呢稍稍的感觉有一点点长，整体效果还可以，穿脱还是比较方便的，问题不大。就是你脱下来了以后，这里呀这几个洞看上去有点不舒服，衣服你可以再往下拉一点，如果你觉得还想这个外衣可以再往下缩的话，你就需要把这个腰带也给解下来了。整体效果还不错，两个造型随意你摆啊！难道官方又说你这东西应该双入吗？好了，主体方面的话呢，我们就迅速的看到这里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跟包装，感觉怎么样？OK， 兄弟们，外包装咱们来看一下。这一次啊，这个铁人兄弟很素，右上角会有限定的一个标志，绿色的，底部也有镭射的一个标签，侧抽的一个包装方式，然后侧面会有咱们主体的一个全身像，背部注意事项。好，我们来抽开看一下。首先
这是什么？哇哦，这是亲签吗？懂的兄弟来说一下，这个是不是亲签啊？应该是亲签，我感觉，因为这东西是限量的，限量600体，这是152个。哇，这个东西很有仪式感。如果是真的很喜欢的兄弟的话，这个好，然后咱们抽开，阻尼感还是挺强的啊。来，给它这样拆。好，抽开了以后，咱们就可以看到本次的内容物了。主体、头盔、武器配件跟手型东西不是特别多。再看一下背部，一个线稿画风的半身图。再打开内部包装，我们来瞧一瞧。包装也挺沉啊，单层，慢慢抽开。哎，底部说明书还有一个，哎，这是什么配件啊？到时候得看一下。地台在后面，就这么一些东西。好了，包装方面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做的如何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配件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说明书，这次说明书也是非常详细。首先来看一下可动眼的一个调节，头盔的一个翻起的一个方式，它是一个磁吸的。然后这边脏辫需要通过一个配件里的一块布给它包起来才能塞进去，不然的话很容易损坏。头盔的一个佩戴方式，需要把整个头给拔下来再装上去。然后另外一套造型就是把它的宇航服给脱下来，也是要严格按照说明书的来，不然很容易损件。项链的一个安装然后它的这个工具腰带可以佩戴一点东西，也可以把它给取下来。这边的烧焊枪，它的一个线路插在它的背后，手型的一个握持方式，然后组装地台。但是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地台2，这个地台是哪里来的？因为我这个版本我记得开定前也没有说有其他的版本了，所以这个地台是哪里来的？知道的兄弟可以跟我说一下，难道是香港限定？然后这边是头雕的一个注意事项，不要去握持它的脏辫，还有手上的一些配件不要去脱下来。OK， 来看一下其他的配件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个，非常有仪式感的一个产品介绍，然后下方有亲笔签名。这边一共600体，这是152体。铁人25周年，铁人兄弟这个东西，虽然说我对这个产品确实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拿在手上很有仪式感，而且这个纸挺厚的，给了你一个塑封。如果可以再自己配一个像相框一样的东西放在那里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对于喜欢或者懂这个铁人兄弟的这款产品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好，然后看一下手型方面，它给的还是非常少啊，除了主体手上的一对放松手，就只有2个握持手型，其他就没有了。手型的补件，可动眼的调节器，脱裆支架，经典时尚小地台，这个地台这不就星战的吗？换一下颜色，还挺重。好，然后铁人兄弟的项链，这个项链呢，这一边都是一个金属的材质，摸上去很舒服。佩戴方式也比较简单，我们这边小卡扣给它给取下来，套上去就行了。或者你不取下来也行，把头雕拔下来，直接放到脖子里面，没问题，挺亮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看一下烧焊枪，这边呢有个软管，出厂的时候给你封死的，你可以脱下来以后去插在它的背后。整个涂装还算不错，这边开模非常尖锐，把玩的时候当心一点。合模线也就这一端看着会比较明显，其他的地方还行。好，下一个配件，这一把它的这个唯一可以可动的地方
可以去拆卸替换这2个。这个配件可以单独放在腰带这里，还是不错的。最后头盔，这个头盔做旧啊，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特别是这个镜面做的很亮，头盔的这个镜面它不能直接往上翻，你想给它取下来就只能这样，这2边给它一掰啊，切记不要太用力啊，毕竟是塑料。然后像玩过 HT 钢铁侠的都知道啊，它的头盔就是磁吸的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哎，吸附上去就行了。磁吸点位在这上面，吸附力度还可以，挺牢固的。稍微摆正一下，这个很容易歪。内部有这个防剐蹭的海绵垫在这么一圈，里面也有一些基本的一个细节处理，扣上去也比较方便，你反正对准这样给它卡上去就行了，没毛病。接下来这里一袋小配件跟说明书在一起的2根脏辫的一个补件，然后这一块布上面有魔术贴，就是专门去绑这个脏辫的，绑上了以后去穿戴到宇航员的这个宇航服的头盔里面。OK， 配件也全部讲完了，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它的可玩度也比较高，而且可以双造型，把它衣服给脱了，看你怎么喜欢怎么来。这款作品呢，虽然我对它不了解，但是把玩体验跟整体的质感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好了，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好了，本期的铁人兄弟25周年限定 Baby， 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